那就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孟非老师好，两位老师好，现场的女嘉宾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平江的于乐斌，今年32岁，谢谢。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能够和我一起去看一场演唱会。谁的演唱会呢？周杰伦。哇！我喜欢周杰伦10多年了。以前没看过？没有看过，从来没有看过。来，贾晓丹。你好，男嘉宾。你好。我也挺喜欢周杰伦的。然后你会唱周杰伦的歌，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我不太会，所以我有点紧张啊，孟非老师。唱2句，唱2句就行。唱2句，我想一下。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对了。哦，唱很好啊。我觉得唱的一点毛病都没有，挺好。有些事儿，你只要试了1次，你就发现，你只要不尴尬，就是他们尴尬。3号。男嘉宾，我可以陪你去看演唱会，那你可以陪我去看那种音乐会吗？然后我们在现场甩头。可以吧？可以的。音乐会，交响乐的甩头的。不是，是那一种，对，音乐节的那一种。哦，音乐节。然后那种摇滚的那种。那个可能摇的不好吧。第2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不要介意和我一起吃辣条。爱吃辣条的女生举手，我看一看。哎呀，我今天还特意从家里面带了辣条过来了。嚯！这是我家里面哦。哎呦！哦，掉了。我来。那这2份，我跟黄老师的了。不好意思，有点紧张。哇！好，谢谢。这你们家生产的啊？对，自己家里做的。我哥就前2天特意寄过来的。生意好吗？生意挺好的。刚才那个辣条对他来说可能是童年的回忆，你们童年回忆的食物有什么？王子敬。我小时候的那个童年记忆的零食，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吃零食的人，就是那个叫香菇肥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它是一种豆制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牛羊配，我特别喜欢吃这2个。我家里面做过这个，就是你说的这种。哎，你们家的产品还挺丰富的。对，有很多种产品。1号。男嘉宾你好，就是在我们福建有一个美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炸蜂蛹，有吃过吗？没有听说过。满满的蛋白质，非常适合你减脂的时候去吃，你可以试一下。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好的。好，来看片子。锻炼是一种态度，
健身也从来不是只能待在健身房里。我是街头极限健身博主于乐斌，健身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生活态度。街头健身主要以社区、公园健身器材锻炼为主，追求极限的身体能力，身边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是我们的健身道具，椅子、轮胎。从标准俯卧撑到击掌腾空俯卧撑，再到负重300斤俯卧撑，一次次突破自己的极限，挑战不可能，还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街头极限健身风格——单杠太红漫步。在健身的过程中，其实我受过很多的伤，我的手摔断过，脚也摔断过，肋骨骨折过，还有我的肩膀韧带撕裂。但是只要有一个人看到我的视频，喜欢这项运动，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这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因为街头健身，很多人认识了我，也会找我拜师学习街头健身的这些技能。现在我大概有1000多个学员和徒弟，基本上都是男生，他们都是经过我筛选，真正热爱街头健身这项运动，并且能够有毅力坚持下来的人。我的徒弟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甚至是海外，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有时候我会教他们健身，然后呢，他们会把他们擅长的、他们专业的东西交给我。有一个徒弟是艺术学院的校长，他教会了我弹钢琴。不忙的时候，我每天都会抽1个小时去练习钢琴。健身能让我兴奋，钢琴可以让我安静下来。为了常年保证体脂率，我的一日3餐都是营养师搭配的水煮菜。我是一个爱吃辣的湖南人，坚持下来是非常痛苦的，所以现在每周我们都会有一次放纵餐。我格外珍惜这一次外出吃饭的机会。吃之前会询问对比餐厅的菜式和服务，吃到了一家比较好吃的店，我基本上都会经常去，以防去到别的家踩雷而浪费了这一次放纵餐的机会。虽然我不能每天肆无忌惮地吃美食，但女朋友只要是喜欢吃的话，我也会陪她一起。我不会把自己的饮食标准去强加给别人。这次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也希望女嘉宾们可以给我推荐一些家乡的美食，让我这次南京之行的放纵餐不会踩雷。我应该刷到过你的视频，对不对？你是不是有一些是有戴着面具的？啊，对对。你当时刷到的时候怎么感觉？当时刷到，因为没有刷到过他穿这么多的视频，知道吧？他有很多视频是戴着一副面具录制的，所以身体的形状会更印象更深刻一些，肌肉的维度，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街头健身和去健身房的那种健身的区别在于。街头健身的话，它没有任何的场地限制，就是无论你在哪里，你可以借助一把椅子或者是一瓶矿泉水都可以锻炼。它相当于是一种游戏锻炼、趣味锻炼，它没有局限性。哦，这个街头健身，它是不是现在已经是一种健身的一个门类了？已经成？对，它是一项运动，就是跟那个街舞其实差不多。哦，它是属于一种街头文化。你今天来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可以。我要不要叫2个女生来陪你一块儿？可以，他会帮我压住一下这个架子，因为架子没有深耕。22号，12号。孟老师，我再叫一个我的徒弟上来帮我再辅助一下。快点，徒弟。银灰色裙子这女孩，全国100米栏第8名。哇！我的天！
哇！哇！你的能力的顶峰如果是10的话，这个是多少？刚才那个看到的。 9分吧。啊，有些事情啊，叫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是看起来就难，做起来更难。你试一下。No！ 我挂可能都挂不上去。引体向上，引体向上。来都来了，有没有什么要诀？就是你尽量不要把肩膀完全的伸直，就是不要把肩膀的力完全卸掉，因为它会对你的肩膀造成拉伤。这样会不会简单一点？这样可以，就没有简单的吗？哇，手臂力量很强。哇，你要怎么表情管理啊，孟老师？你不要下来，你就在上面挂着。自挂东南枝了，谢谢。王丽秀，你好，男嘉宾。你好。我看男嘉宾经常健身，那您这个减脂的搭配能不能分享一下给我们女嘉宾？就是尽量一个热量的控制。早餐的话，我们会选择吃一些玉米或者是红薯。然后午餐、晚餐的话，我们会吃牛肉、鸡胸肉，就是水煮的那种，没有什么油的。哦。金阳阳。男嘉宾好，我刚刚有在看到短片里面，就是你非常热爱健身这一份职业。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想要找一个也比较喜欢健身的，还是说，最大的运动一般来说就是散步的这种也可以接受呢？对呀。散步的过程中，我会教他一些健身的，我会慢慢的跟他去讲，健身有很多的好处。只要能散步，他能动起来，我就有办法让他动得更多。哦，好的，谢谢。对他来说，散步是他90岁以后的项目。对，要么用手散步，可以是俯卧撑。Cool。我觉得他可以把女朋友拖起来散步哈。像金阳阳和什么赵琴那么瘦的，他是可以，不难。他一个手一个，没什么问题。8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也是湖南的。你好。就很好奇，当你看到那些美味的食物的时候，你是怎么忍住的？你是默念告诉自己我看不见，我看不见吗？还是有什么样的心念的魔法？是因为我的职业在这，我必须要保持一个常年的一个低的体脂率。能吃得到这份苦，我觉得什么事都能成，对吧？20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听说你1周只有1次放纵餐的机会，因为我不吃减脂餐嘛，那我们1周只有1次吃饭的机会吗？我跟你去，但是我不吃，我看着你吃。好，看下一条。如果你喜欢一个女生，你会怎么跟她约会？如果没有确定关系，我一般不会单独约女生吃饭，都会叫上我的哥们儿一起。事先也会跟他们打好招呼，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小声点说，看人家的脸色行事。人家要是不感兴趣的话题，咱们就赶紧跳过。带上兄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遇到我不了解的话题，我会让兄弟他们先顶上，我用手机搜索一下再加入。
这样我就不会尴尬了。在跟他们交谈过程中，我是比较没有自信的那一种，我害怕就是自己做的不够好，然后有哥们儿、有兄弟、有徒弟他们在旁边的话，可以帮我出更多的主意。然后我还更希望他们通过我身边的朋友去了解我。唯一一次的恋爱是网上认识的女生，我们的日常就是在网上聊天，聊的最多的话题就是我问她吃了没有。我其实也没有每一次都相同啊，有时候我会在一句话后面加一个表情，一个吃饭的表情，或者是加一个那种搞笑的表情在里面。半年以后，终于有了表白的机会。她是那种很水灵的女生，让我很想保护她。我唱了一首《告白气球》，她是属于那种眼睛本身就是水汪汪的。她看着我之后，我以为她是被我感动到了，然后我就牵着她的手，她也没有撒嗨，然后我们就这样在一起了。但在一起以后，他从来没有在朋友圈发过我们的合照。我生日的时候跟他说，我说你不要送我任何礼物，你只需要在朋友圈公布一下我们两个人，我就会非常非常开心。他也同意了。过了3天之后，我去看，我说为什么没有人点赞？然后我当时我就知道了什么，因为那条朋友圈只有我一个人可以看见。那个时候其实我内心是很伤心的。我觉得既然两个人是男女朋友关系已经确定了，然后人家不愿意在朋友圈去公布我的话，肯定会有其他的原因的，但这个是我接受不了的。分手之后那段时间其实是特别伤心的，就像我以前锻炼，我把肋骨摔断了，在手术台上我都不会哭的，都不会掉眼泪，唯独在跟他分手之后，我其实整整哭了有1个星期。我很看重感情，也很专一，现在我的事业也越来越好。我很希望能够遇到一个真诚的女生，我们一起走向属于我们的未来。19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看你的那个 VCR， 你为什么那么总是执着于问一个女生吃了吗？问别的他不回答，你问了有什么用啊？就问吃饭了吗？他还会回一下。哎，你推荐问什么？教教他。就是你可以问问他，就是你现在在干嘛呀？你忙不忙呀？然后就是问他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有趣的事，不要总问他你吃了吗？我每次都会问吃饭了吗？然后之后我会加一个表情，吃一个饭碗的表情，其实发的是不一样的。他教你，你问，你不要老问吃饭吃了没有，你问他你在干嘛？吃饭。季阳阳，男嘉宾你好，我刚刚在短片里有看到说你没有确定关系之前跟女生出去约会，比如说有好感的，你会带上你的兄弟一起，他不会觉得压迫感很强，像面试什么的吗？就是因为我觉得本身恋爱就是双方之间的事情，你就是叫那么多朋友来，其实女生有一些也不好意思表达，或者说有些话也不好意思说。哎，有道理。但关键是属于他不会。像这种情况的我应该怎么办呢？你教教我。你教教他。其实我觉得，因为你不会嘛，那你就比较真诚，你把内心真实的想法告诉他。我觉得有时候真诚很打动人呢，就是比那些就是特别好听的话要来得更打动人。23号。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确认关系之后，你是怎么称呼她的呢？对呀。叫名字的后面2个字，或者是叫重复的那个字。比如说23号是你的女朋友，你怎么叫她？叫易小易。小易。这是一款什么手机软件吗？小易，我在。Cool。比如说那个12号是你女朋友，你叫什么比较合适？你看，叫丽丽啊，叫丽丽。哎，她都选，她的风格是选中间那个字。哎，对。那好，来22号是你女朋友，你怎么叫？这个叫小名就不好叫了。赵晴。你会不会就在
情侣关系中，就是不太擅长去表达那些亲密浪漫的话呀，就是日常中，比如说叫宝贝，怎么那也的。不能叫，没在一起，你叫人家宝贝，那不好意思啊。在一起了之后，你叫不叫得出口？不要叫吧。你们听我一句话，这样的男孩儿，大家稍微有点生活常识，都会有这样的男生。你们喜欢这一款呢，就会很喜欢；不喜欢的，不要试图去培训他，把他培训成宝儿，什么都会。你们有那个劲头去培训他，不如直接去找那些啥都会的。对。最后一个问题，4号。 Hello， 男嘉宾，我很好奇，男嘉宾为女朋友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最后一个问题，4号。Hello， 男嘉宾，我很好奇，男嘉宾为女朋友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好多。哦。他还说好多，我怎么那么不幸呢？比如最浪漫的。比如说，我为他制定训练计划，但是他从来都不练。哇哦！没必要，不是他刚才只是在幽默，不用那么快。我们舞台上有很多多巴胺男孩，今天来了一位荷尔蒙男孩。你现在呢，就活得像一个游戏的状态，叫我的世界，然后时间长了就会变成一个迷你世界。真的，你制定一个自我的训练计划，叫做就是街头以外，然后一扇一扇门的开，然后那些收获会反哺你来找寻健身肌肉和力量的意义。陈老师，有没有一种可能哈？我猜哈，他是一个有强者思维的人。他在做自己很强的事情的时候，他充满自信。哇，是。但是他在做一些他不是很确定的时候，你会观察到男嘉宾唱歌，哎，我不行，对，我怕我不好。会唱周杰伦的歌，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我不太会，这我有点紧张啊，孟培老师。就是当他要打开自己的时候，他有很多恐惧啊。当他在做一个陌生的、新鲜的、充满挑战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害怕。所以就是当我们会觉得，如果一个人没有强者思维，我一定要变得很强的时候，就是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告诉我啊，让我来学一下，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就是可能你会幸福感增加很多。谢谢，谢谢。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舞台上聊过为女生做过浪漫的事情，其实我平时也会为她去跑10几条街，去买一瓶她喜欢的香水送给她。我觉得这样的实际行动也算是一种很浪漫的事情。就是面对刚刚2位老师的意见，可能在今后我会思考一下，自己在感情这方面要变得更加的主动。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大家好。孟老师好，2位老师好，现场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徐子君，今年25岁，来自陕西西安。哎，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愿意陪我拍一些最萌身高差的照片。你有没有给我们分享一下？我自己因为现在没有女朋友，所以我没有。如果说女嘉宾愿意跟我拍一些的话，当然可以。我给你找2个女生出来，给你走一走最萌。啊，可以，可以，没问题。贾小丹。我的妈呀！这也太高。比这个动作吗？哇！这个容易。贾小丹，你的平衡能力真的是一位拉丁老师吗？你们啊，这个好，这个蛮适合的。哇！哇！天，好萌啊！好，谢谢。14号。你好，男嘉宾。啊，你好。你多高啊？一般面对这种问题，我会有2种回答。第一种，我只会说我有1.97米。第二种的话，我就会说我真实身高就是有2.1米。哦。比如说，我跟一个女生说我有1.97米，她就会觉得哇，还蛮有安全感的。然后如果说我有2.1米的话，她可能会哇，好害怕，就后退一步。我觉得兄弟，你一定要诚实。哦。你2.1米就说2.1米，你要说你1.9米，人家觉得我只有1.4米。你不要把我害了，知道吗？不会。12号。男嘉宾你好。你好。就是我很想知道你的最萌身高差的最优值是多少呀？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你一定有一个心目中你觉得和我比较合适的那么一个范围，对吧？对。1.65米到1.85米之间。对，范围比较大，有20公分。他都照顾到了。咱台上谁最高啊？女生？我1.76米净身高。因为我在大学打篮球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对1.9米以上男生特别恐惧。那你要不要来感受一下？你过来。哇！好大！还不错。这是朱丽婷人生中第一次小鸟依人的画面。还挺合适的。哦。好，谢谢。你的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会介意我跟他撒娇。我需要解释一下，就是撒娇的方式，其实不是那种比较油的那种。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需求和情绪的一种表达。比如是什么样呢？比如说我今天下班回家了，然后你正在比如说处理你的文件或者说处理工作，但是我就比较累，我会想说，宝贝，我有点累，你能不能抱我一下？就这样子。这么大只的宝贝，要抱一下。撒了一个2.1米的娇，哇，真的。24号。我想看一下，就2.1米的巨人在我面前撒一下娇，可以吗？那你需不需要给我设置一个场景？
就比如说啊，如果你惹女朋友生气了，然后你怎么跟她撒娇？好尴尬。猛男。宝贝，其实刚才是我就是犯错了，不好意思。然后我已经给你买了奶茶，你能不能原谅我？不要生气了，好不好？蛮真诚的，很真诚的撒娇啊，可以接受，不油。2号，那男嘉宾，你平时会哭吗？什么？不是，就是你会一边哭一边撒娇吗？有这个可能吗？如果特定场合需要的话，也可以。因为我就平时还蛮姐姐的，但是我就想象不到，如果你哭了，然后我想抱你一下，然后我就会没事儿啊，没事儿啊。我一定会蹲下来，然后装作很委屈的样子，在你怀里。那真是那个歌词里写的，你一哭，我的世界就下雨。哗哗啊！那看片子。屏住呼吸，等待这一秒的降临。每一次球鞋摩擦地板的声音，都会让我感到兴奋。篮球让我成为了自己。15岁时那年，我偶然在电视里看见了这场比赛，它深深触动了我。自那时起，我开始接触篮球。体育运动向来都是童子功，起步晚意味着我要比别人付出更多。我夜以继日的加练，重复，重复又重复。2.1米的身高让我成为了队伍里的大中锋。终于，在我17岁那年，我拿到了西安市级联赛的冠军。很快被 CBA 青年队的教练发现，我迎来了青春的巅峰。青春总有遗憾，我也不例外。一次学校的比赛让我腰部受伤，导致我与职业篮球无缘了。可是梦想不能暂停，永不言弃是篮球教会我的。我现在希望通过篮球教会别人，成为篮球教练，来为篮球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篮球之外的我，在生活里是个很注重细节的人。从小的独立生活也让我拥有了很强的自理能力。房间里不能忍受杂乱，衣服要一件一件叠好。我还是个很念旧的人。我的第一双球鞋可以收10年，一张张电影票可以收到没有墨水。虽然很多人说我长了一张生人勿近的脸，但其实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吃货。我的胃口比一般人也大得多。朋友们从来不怕菜会点多，有多少我都能吃得完。因为爱吃，我也开了一家餐厅。作为一名地道的西安人，要抓住你的心，必须先要抓住你的胃。要我说，凉皮儿、泡馍、肉夹馍是一定要吃的，要不怎么能叫碳水之都呢？7号，男嘉宾您好。你好。您说您是一个非常喜欢家里啊，经常去整洁呀。那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把这个衣服它挂起来，或者说散在这个屋子里面。那您觉得，如果说另一半跟您生活的习惯不太一样的话，您会怎么去处理啊？这个我觉得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都可以理解，可以去用我带动他，比如说一点一点去养成，也不用说非常整洁，就是只要看着舒服就可以了。那您会帮女孩子叠衣服吗？我觉得这是一个男朋友该做的事情。好。16号，你好，男嘉宾。你好。就我在维萨亚里看到你是一个十足的吃货，但是其实我对吃的没有什么兴趣。如果你未来的女朋友在你很喜欢一个食物，你吃的很开心，然后想吃很多，但是她我吃饱了，我静静的看着你吃，你会不会很扫兴？这种？
我觉得就是吃饭这个东西，主要图一个这种氛围。比如说氛围好，大家聚在一起很开心，你就能吃很多。是。如果你来西安的话，我一定先带你去那种烟火气比较浓的地方，先让你感受一下西安这种美食文化，然后让你一点点去品尝。如果说你有比较喜欢吃的，你就会敞开胃口的吃。王子金，你好，男嘉宾。你好。刚才你们说到吃的问题，就是我是属于那种无论人多人少，好像影响不到我的食欲的。就我曾经吃的最多的一次，就是那种盖浇饭，我吃了2大碗，整整2份。当时那阿姨说好像有7、8两的米饭。然后平时我自己吃榴莲呢，我能一次性啊，就一口气的我能吃2个榴莲。有点厉害。吃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开心特别重要。等一会儿，你7、8两米饭是吧？一顿炫完的有没有超过他的？2号。我吃的最多的一次就是在西安。我小的时候很瘦，我特别不爱吃饭。结果在我们去西安的路上，然后那个车迷路了，我们有7、8个小时没有进食。然后一到西安，我吃了4碗羊肉泡馍。我爸就说，要是长不高，就把我送到西安去。那你这个食量跟我不相上下。最后在 CBA 是因为受伤是吗？当时教练员和这个经理都对我比较满意，然后当时说想让我去试训一段时间。在这个试训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回去参加一场比赛，然后在比赛当中呢就给受伤了，然后对，就与职业篮球擦肩而过了，相当于是。现在想起来遗憾吗？会有一些遗憾吧，但是我觉得追梦的方式有很多种。就比如说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可以发现一些好的球员，去好好培养他们，让他们走向更好的一个舞台。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成就，对于我来说。23号。您刚刚说你做篮球教练嘛，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有没有去看过一些比较大型的篮球比赛？大型的比赛的话，比如说我们国内这种职业联赛，甚至说更接地气一点的，最近比较流行这种村 BA， 就人比较多。我可喜欢那个了，我也很喜欢。我都想张罗朋友一块儿去，氛围好的不得了。我特别喜欢，我只要打开短视频，一定有人给我推这个。方老师，您从哪里来啊？我从南京过来啊，1500公里。我以前在视频上看到过，但是什么视频都比不上到现场来看感受到的这种气氛。其实我计划来已经有一阵了，我看了行程，今天是决赛，所以我约了几个朋友在决赛一定要到荣家来看。看下一条。我有2段比较深刻的感情。我和第一段感情的女生其实是一见钟情，我们是逛街时候偶遇的。在我想要她联系方式时，她率先开了口。刚在一起的第1个月就碰上了假期，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异地恋。在关系里呢，她有些傲娇，从来不主动联系我。我在想，我要是真的不主动发消息，他是不是也真的不会来找我呢？我有天晚上在结束对话的时候就没有再发消息，结果1整个月我们的对话框都是空白。后来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他，他说我的性格就是你不找我，我就不会找你。这些话让我很受伤，我感觉对方好像并没有很在意自己，于是我选择了分开。后一段的感情是发生在我备考阶段，他学习很好，经常会给我一些学习的建议和帮助，于是我们就经常一起约着自习。这一次的感情其实是女生主动跟我表的白，没过多久就问我到底要不要在一起。这一次我没有了犹豫。我在感情中是一个比较细心的男生，尽可能的会照顾对方的感受。她呢是个性格有点烈的女生，有时候会说话很直接，也会很伤人。我和她的朋友们一起玩游戏，我表现的确实很一般，当着大家伙的面嘲讽我，指责我，让我很没有面子。我不想伤感情，所以没有表现出情绪。因为类似的事情
这中间我们也短暂分开过。他总是会缺席我生命中一些重要的时刻，比如我的生日，比如我的毕业典礼。这种被对方忽略的感受让我非常难过，于是提出了分手。对于未来，我的理想爱情是简单快乐就好，三观一致，可以互相听取建议，在未知的人生之旅中一起分享属于我们的浪漫和小美好。赵晴，男嘉宾你好，刚才在 VCR 里看到你第一段感情，就是他不找你联系，你后面也就不找他联系。那你中间有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吗？我觉得就是说，男生在感情当中其实应该比较主动的，但是当时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因为放假，然后分开的比较久，我就是一直主动再去找他，然后他就是对我的回应也比较少这样子，然后后面也是我去主动找了他，我说，你这样感觉不太好，我其实希望得到多一些的关心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你如果不主动，我就是不会主动，然后我就觉得，还是分开比较好，对。那你是在感情里就比较希望女生是那种热烈的、主动的对你表达一些关心啊、爱意啊那种吗？我觉得这个是互相的，你不一定要非要有多热烈，但是我只希望就说能得到一些回应，我就觉得很舒服就够了。好的，谢谢。24号，男嘉宾，你有一个女朋友性格特别烈，然后她伤了你的自尊，然后你选择隐藏自己的情绪，那你为什么不跟她撒娇呢？他当时其实就是当着朋友面说我，会让我觉得挺难受的。你调侃一两句，我觉得就 OK 了。对，我觉得下次的话，你可以选择撒娇，因为你撒娇的时候还挺可爱的。好的，好的。不是，他旁边还有别人，要是2个人在一块好弄，还旁边有别人，你怎么弄啊？对对对。他就说：“哎呀，当我朋友面你这样说我，我觉得好没面子啊。”你说得出口这样的话吗？当着人面儿？这个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难。其实可以等那个气消了之后，晚上回家2人世界的时候小撒一娇，明白了。8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看你的 VCR， 包括对你现场的一些观察，我感觉你是像那种就是巨型大金毛的那种感觉。乖巧是吗？比较好奇，你是比较倾向于哪种类型的女孩子呢？我希望对方性格开朗一些，有一些细心吧，然后也知道去照顾人就可以了。那是偏向就是稍微成熟一点吗？就是自理能力和照顾他人的情绪。对，我觉得就是说，希望女生会有一些这样的能力。对。来，12号。因为我刚看到第一段恋爱，就是男生会觉得说你的前女友说老是不回你消息嘛，然后我不知道男生能不能接受那种线上我可能没有那么多话，然后可能更多的是发几个字，然后发表情包那种，但是我线下就是很粘人的一个性格，是一种反差感非常强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也能接受，因为我希望就是说，女生你不管线上也好，或线下也罢，你只要能让我感受到你对我的爱就可以了。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来14号。你好，男嘉宾，我刚刚看到您在 VCR 里讲的感情都是女方的过错导致的你们分手，那你在感情里有没有就因为你自己的这个原因然后导致的分手呢？这个基本上都是因为2个人确实就是不太合得来，然后才选择分手的，就没有说因为哪一方面单方面的原因这样子。好，谢谢。哦。我想问一下刘会计，在14号跟他沟通的时候，你把灯灭了。非诚勿扰，现在继续。
我想问一下刘会计，在14号跟他沟通的时候，你把灯灭了。因为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他有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想得到一个信息是，你会不会发现自己有一些错误的存在？你没有直面这个确实我也有错误，但是我们是怎么解决的，怎么处理的？你没有给到我明确的这个信息，这一点我觉得你是很逃避的一个人。就是一般我会察觉到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会自己去改。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比如说我没有照顾到你，我感觉到你情绪不对了，其实我就以后就一定会注意。但是不想说因为拿到台面上来说，然后去影响到2个人。对。我发现14号真是爱情里的小侦探，他要在所有的细节里面抓到一点什么，我觉得他的 VCR 里面讲的就是有点太完美了，然后我想了解一点他在感情里有一些什么就是缺点啊，然后怎么样的，就是这样子。我想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人，你好像所有类型男人里面你都能抓到一点小小的东西。你说3个关键词，你喜欢的男生的3个关键词。我喜欢幽默的，幽默，帅一点的，帅一点，然后能稍微包容我一点的。2个人之间有问题的话，可以进行沟通。对，就包容性好一点，帅一点，幽默感现在好吧，3点，明白了，记住啊，记住。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的是你。我觉得我这次失败的原因，可能就是女嘉宾在问我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没有给他们回答得很清楚，让他们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逃避的人。我在感情当中其实是更多的是属于一个比较自省的人，遇到自己的一些问题，我会自己去处理掉。我只是觉得有点遗憾，就是有几个女嘉宾越到最后越有可能去牵手的时候，她就会觉得前方有危险，我要再探一探，万一这个人又露出了什么尾巴。所以它其实代表着一种对人性的不太信任。但是往内再走一步，也意味着他们本身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们一定要找到缺点，心里才觉得安心，因为他们会预设伤害必然发生，缺点是普遍的。但是你用这种害怕的心情去看每一个人，你都看不到他真正的样子，你总是会怀疑，去引导那种怀疑。其实我觉得对男嘉宾有些时候是不太公平的。人是很多面的，如果你老是去找那个负面的，你永远会得到那个负面的反馈。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非老师好，2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单玉阳，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2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能陪我一起去看家乡的杂技表演。你的家乡在？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哦。我的老家临泉是杂技之乡，每年的农历3月18号都会有那种逢会的表演，邻里乡亲的人都去赶会看那种杂技表演。然后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走格和抬格。然后这个是走格，走格是2个人组成的，抬格一般是2人到8人组成的。贾小丹，
你好，男嘉宾。我小时候生活在内蒙古的一个小镇里边儿，就是额尔古纳，然后下面那个莫尔道嘎镇。然后我小时候看过他们踩那个高跷，那个高跷大概1米多高，人站在那个2个木棍儿上边儿，然后走路要很难平衡。对对对，这个大概3、4米高。那你这个比他那个还高。对。你的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每天吃外卖。好，你每天怎么吃呢？对呀。我一般早上会做那种燕麦呀，配点酸奶呀，然后放点坚果呀。对。15号。男嘉宾在这里，看到。我也挺不想每天都吃外卖的，然后我就自己买了很多什么电磁炉啊、锅啊、什么醋啊都有买，但是好像就从来没用过，就还是吃。3号。男嘉宾你好，我自己是很不会做饭。那如果说你不在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肯定天天吃外卖。你会提前给我准备一些菜，让我热一下子就吃吗？我会做好了直接送给你。还蛮甜的啊。好，来看片子。蔑视重力，重新定义。地板是我的画布，身体是我的画笔。我是单玉阳，一名 B-boy， 现在也是一名街舞老师。最开始学习街舞，其实是被动作电影里的空翻所吸引。最开始我和我的兄弟是准备去跆拳道馆的，但是那天道馆门口坐了一只大狼狗，所以我们就去了对面的街舞工作室。老师，你能不能教会我们空翻啊？可以啊，同学，没问题啊。这一学了2年街舞，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问老师，老师啥时候才能教我们空翻呀？哎呀，别急嘛，你们现在的身体还没有达到要求。学了2年街舞才发现老师根本不会空翻。后来我们俩就报了一家武术馆，我又到学校去蹭了戏曲的空翻课程。在不懈努力下，我终于学会了空翻。虽然是阴差阳错学了街舞，但也成了我最大的兴趣特长。我也会把我的空翻融入到我的街舞表演中。上课训练，参加各类赛事。为了应对忙碌的日常生活，我养成了写便利贴的好习惯。蓝色记录工作计划，绿色记录生活计划，粉色记录恋爱计划。完成一项划掉一项，完成一页就撕掉一页。作为一个 B-boy， 身体时常和地面接触，我的心也热爱着这片土地。从小到大的生活，我都感觉被爱包围着。我感恩每个身边人，甚至陌生人对我的好。年轻小伙要回馈社会，一般见到献血车，我就会上去献血。希望未来的你也同样热爱生活，一起追求属于我们的幸福。片子里边说你们一开始去那个班是要学空翻，对，学了2年才发现老师不会。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报什么班得慎重。可不可以给我们表演一下？啊，可以。哇！I guess that this is where we've come to. If you don't want to, then you don't have to believe me. But I won't be there when you go down. Just so you know, you're on your own now, believe me. Anyone listen to Wonder Brain, you got Tony Gates, keep playing them. I'm just saying. 好准，他一下就把链子就含住了，那感觉。我也想问问2号，就是有好几任 B-boy 前任的2号4位，你觉得他刚才的水平怎么样？
男嘉宾你应该是偏 power move 的吧？专业的。然后我可以讲解一下他刚刚的一套动作吗？一般他的那种空翻出来的，一般都是 battle 的时候，就两个人在对抗的时候，就是出场的动作，然后就会立马上来一个空翻，然后先把对方给震慑住。然后他刚刚在地上转一圈的那个叫托马斯，然后翻身的那个叫360，对，最后是接了一个 freeze， 然后就是一个定格动作叫 freeze， 时间越长，然后定住的招式越难是越厉害，我说的对吧 ？Nice。那他这个水平跟你前4任比的话，应该是这有点残忍吧？黄老师没必要吧？一上来就卷起来了吗？这。正好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大概学街舞几年了？大概10年了，对。10年，哇，好厉害！他像社长在招募新成员。我们有空可以一起，就是在比赛里面可以见面。可以。7号。男嘉宾你好，我大学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学校的街舞社啊，那想了解一下您在练舞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呀？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有为了参加学校的舞蹈比赛，我们有通宵一起排舞，觉得这种回忆非常的珍贵。您有哪些珍贵的回忆呢？也会有，就是之前刚学跳舞的时候嘛，会经常和朋友一起去公园，一直练习这个动作。就是那个时候刚跳嘛，只会这一个，把那个脚都磨出了一个泡。对，那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16号。你好，男嘉宾，我在 VCR 里看到你有这个记事的习惯，但是如果你的女朋友是一个很毛躁的女生，她会把你这些便利贴呀，一不小心丢掉一张，一不小心弄丢一本，然后结果你就不记得你比较重要的事情，你会生气吗？还是你会怎么去处理？没关系，我会再写一张。对，就是导致你忘了，然后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这种的呢？不会生气的，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后果。15号。男嘉宾你好，我平时也是有喜欢用便利贴的习惯，比如说忘记洗手啊，或者是贴在进门的地方，这样可以提醒我去完成一些我可能会容易忘的小事。洗手你都要提醒自己啊？对呀。对，就是我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进门的话就会忘记洗手，然后也会提醒家里人，然后我也希望以后这种方式可以用在跟老公的日常里，能够让他知道我很爱他。你会不会在枕头上贴一个洗脸？对，你们的记事是？我有一个本子，然后我每天做什么大的事项我都记下来，然后完成以后会打个勾，这样。然后我这个本子，我想我从工作以来，2004年到现在，就小20年，就是每年都有一本，然后我很喜欢把它留下来，就好像这就是我曾经经历过的岁月。人生的编年史。然后有时候你有一天翻一下，哎，2008年的某一天你在干什么呢？就会有些回忆。这以后可以出版，我感觉。我们来看下一条片子。在我的2段恋爱中，街舞都是我爱情的敲门砖。第一段在新生群里加了他的联系方式，他很惊喜也很意外，说昨天看到我文艺汇演表演了街舞，刚要想认识我来着，没想到误打误撞学了街舞，倒是给我打开了恋爱的大门。但那时已经临近暑假，我们各自回了老家，我忙着上街舞课，每天都会到很晚。再打电话给他，他已经入睡了。后面联系就越来越少，可以说还没有进入热恋期，就已经面临着分手。到后面持续2个星期都没有联系，我就认为已经分手了。我也问了他为什么不回复我，他就讲不想联系了。这段感情主要还是怪我不够主动。从那以后，我也开始学会主动。但还没等到我主动，我却遇到了一个比我更主动的女生。我俩在社交软件上认识，她也是跳街舞的，聊了2个星期，感觉非常好，我就和她在线上确认了关系。
这段感情里，刚开始更多是女朋友教我谈恋爱，她会在我散步的时候主动牵我的手，也会在恰到好处的时候亲我一下，让我这个恋爱小白成长了许多。我学会了每天醒来必须说早安，晚上睡前要说晚安，要在适当的场合给女生制造惊喜。女生说不用，那就是用；女生说不买，那就是买。该学的都学会了，但她唯独没教我怎么哄她。在她一次次拉黑我、一次次提分手中，我领悟到了哄女生的终极奥义，但还是在她最后一次提完分手，我深感无力，那一次就再也没有和好了。现在的我期待着一段真挚的感情，能在对方眼中看到充满无尽可能性的未来。8号。男嘉宾您好，就是我很好奇，你在 VCR 结尾当中说的哄女生的终极奥义是什么呢？我也很想知道。就是哄她开心，买。他明白的终极奥义就是买。2号。男嘉宾，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刚刚你第2段感情是非常主动的嘛，就是那个女生很主动追你。因为我的前男友们也会一直有主动的追求者，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方式都不是特别好。如果你已经有另一半了，但是有女生主动追求你、主动加你，你会怎么做呢？我会跟她讲我已经有女朋友了，不好意思。假如那个女生说，那你分手的时候通知我，你会怎么说？你分手了？哇，好具有挑战性啊！因为这是我遇到的真实的事情。那个女生跟我的前男友说，你们俩分手的时候通知我。我会说谢谢，不需要。20号。男嘉宾你好，刚刚看到视频里你有说第1段恋情2星期不联系就分手了。我想请问你一下，就是你觉得恋爱中就联系的频率应该是怎样的呢？不说天天联系吧，但是也要联系一下。上一期节目7号，他说24小时不联系视为自动离职。在我眼中，如果说我和男朋友24小时他没有跟我联系，这个人就可以当做前任来对待了。你看，我帮你问一下，同意7号这个标准的女生举手看一下。大部分哦。我天哪，只有3个不同意。5号、12号、13号。来，12号不同意的原因。因为我自己本身可能就是这样的人，如果忙起来的话，我就可能真的会失联24小时。尤其是因为我的习惯就是把它调成免打扰模式。但是在此之前，我会说一声，就是我可能即将消失多久了，就是这种程度。那假设没有这个前提，就是日常过日子。那我不行，就是得有这个前提啊。赵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我对待感情必须要有始有终，即使你失联了，我也要问咋回事啊，对吧？对你是想分手，你还是想怎么？你还是出什么事情了？我要了解你为什么失联24小时。你看人赵琴这，你得跟我说怎么回事，我得问一下。那我想问一句，就是大概多长时间没联系，你会想去问他？2天吧。48小时。对。5号。可能2个人就是有的时候会闹一些情绪，那我需要这几天我缓解一下我的情绪，他也需要缓解一下情绪，可能会要有2到3天的时间平复情绪，然后再进行有效的沟通解决问题。你说的这个情况是因为吵架，你会不会比如最近这段时间工作压力特别大，身体也不是太好，一晃3、5天过去了，突然想起来，哎，我还有一个男朋友，我得跟他说一声。没有，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儿。要过年了，哎，我还有一个男朋友。有2年没联系了啊，不知道他的泪缓过来没有啊？22号。男嘉宾您好，我注意到您的几任都是学街舞的。不是，第2任是。第1段就是我们是在学校街舞表演嘛，就是他看到了我。然后回去呢，我就在那种，学校的群里随便加了一个女生，结果就加到了她。
他当天晚上就梦到了我加他。哇，这样的故事你都敢信啊？真的？你加了一个妹子，那个妹子说：“哇，我梦到我加你了，你就加我了。”14号。你好，男嘉宾，我刚刚听你讲，你的第一任女朋友是你随便加的。就是学校的那种聊天群嘛。你为什么要随便去？非诚勿扰，现在继续。14号。你好，男嘉宾，我刚刚听你讲，你的第一任女朋友是你随便加的。就是学校的那种聊天群嘛。你为什么要随便去？因为我就可能那天就加了那个 QQ 群里的一个女生，然后就特别巧。好的，好的。哇。你就是加了一下，也没怎么地，那个也不算第一个女朋友是吧？那个其实我加了一下就没怎么聊，因为是可能我那个时候还不懂怎么去谈恋爱，然后一直背着一个书包。说的好像你现在懂了一样。就是一直没有主动去牵她手嘛，然后中途就有2个星期没联系，然后我就问她，咱们是不是分手了？她就讲分手吧，然后我就没有到热恋期就结束了。14号，我跟你说一下，以我在这个地方工作这么多年，我见的男女嘉宾实在太多了。你们看看这张脸，看看他的眼睛，他说话的时候，他目光的那种清澈，包括他的笑容，是很纯净的那种笑容。包括他说，我随便加了一个，这话要换一个人，真的觉得挺渣的。跑到个群里面看到个妹子就加了。你再看看他那张脸，说的是大大方方，对我随便加了一个，我也没怎么样，这种还没谈过2个，我已经懂了全部的秘密。他用的那个词终极奥义，对，他还终极奥义。然后是买，没事，他说我觉得可信度就可以，挺好，挺好，很真。最后一个问题，4号。大家好，我叫方诗慧，今年24岁，来自广东潮汕，目前在东莞开一家服装店铺。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你在社交软件上加了一个女生，你是哪种社交软件？就是比如说看到喜欢的就加她了，加她之后就确定那个关系吗？就是那种比如某短视频平台，我会发那些跳舞的视频和照片，然后那个女的就评论我也是跳街舞的。我那个时候就想认识一下。哦，好，谢谢。我想问一下，4号，你问刚才那个话的目的，你给我说一下。因为我以前经历过一段感情，就是他会在群里面加很多女生，然后不止1、2个。我是从来不爱查他手机的，但是最后真的是无意间看到的，然后特别多女生加了之后，就意图不轨的都是。我想问一下4号，你那个前男友在加了那些，他把这个事儿告诉你了吗？没有。你的前男友没有告诉你加，而他就加了那么一个，告诉了全世界，这说明他跟你那个前男友真不是一类人。是。你前男友类是绝不会把那个细节在舞台上讲。总结一下，他和你的前男友不是一路人。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哎。那可以问一下2号为什么也登吗？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 B-boy 他们会在舞台上闪光，然后也很优秀。我不选他是因为我想要找一个成熟一点的。他首先他比我年龄小很多，然后他的情感经历里面也表现出他对女孩子可能很直球，一条直线，就是他不要就是要，他说不喜欢就是喜欢。
你可以更多给女生一点情绪上的价值。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很单纯，而且如果有女生会喜欢那种很直给的，然后很单纯、很阳光的大男生，他真的很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受那是你牵过我的手。关于场上的女生讲我随便加别人的联系方式，其实不是那样的。因为当时在一个新生群里，然后我们因为街舞产生了聊天话题，互相了解了彼此，加了联系方式。这次飞城之旅我还是比较紧张的，我没有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女嘉宾。对于老师在帮我这件事儿，我挺感谢3位老师的，因为可能我这个人比较直吧，说话比较笨。他确实是像校园恋爱的那种对象，对，本来也小，没事儿，还有的是机会啊。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孟老师好，2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哈密瓜，朋友们都喜欢叫我哈密瓜。来自美丽的江苏南京，今年26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和对方一起坐绿皮火车去旅行。绿皮火车？对。你以前坐过吗？我之前有坐过很多次绿皮火车，像新疆、西藏的绿皮火车我都坐过。哦。因为绿皮火车对于我来说的话，它是一种慢节奏的交通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坐高铁啊、飞机啊出行的话，我觉得他们速度太快了。路上很多风景啊都来不及看，但是呢，我从新疆、西藏那边坐过来的话，发现可以看到中国的大好风景嘛，因为美丽的像高原啊、平原、丘陵地区都能看得到。现在的绿皮火车在我们国家的交通行业当中，它更多的是扮演一种旅游啊、一种体验，是很多人体验一种情怀、回忆，而且这种火车里边开始有空调、有淋浴。说是很舒适的，哎，16号。你好，男嘉宾，因为我是内蒙的嘛，其实经常坐这种交通工具，我很赞成你这个想法，而且2个人一起坐的话，能增进双方的情感去沟通，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是这样吗？是的，是的，因为我自己也本身觉得绿皮火车是一种很浪漫的出行方式，所以我希望坐绿皮火车出行。你们最长在这种火车上待过多长时间？2天。就是从内蒙的东边到西边。对。我坐过最长是1994年，我从上海坐到乌鲁木齐。哦，3天3夜。哎，我跟你说，要是那个时候我有女朋友的话，也歇了菜了，没有办法联系。我在塔什库尔干那个招待所写一封信往家寄。那个司机看着我跟我住一屋，说：“小孟你在干嘛？我在写信。”我哪儿写啊？往家写。我南京啊。哎，别写了。我告诉你，你到南京了，信还没到。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幕。但是你不觉得这很有意思吗？对，不是有一句话，那时候书信很慢，车马很慢吗？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对。你的第2个问题是？我不希望对方给出一些做不到的承诺。王子静。就是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一点，就是不希望对方给你做出一些他做不到的承诺。
我之前就是有遇见过那种，就是他给你承诺，然后他又做不到，然后到时候呢，他又有一大堆的借口，然后这个就会让人非常的失望。我非常理解。是的，只要给出承诺的话，他就会有期待。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就不要承诺。对，除非是极特殊情况嘛。对，是的。10号。男嘉宾你好，那我想问一下，你对对方的承诺就全部就是一定能做到吗？我基本上所有的承诺，只要我说得出去的话，基本上我都会去实现它。好，看片子。我一直相信，人们对于世界的探索欲是永无止境的。城市是流动的烟火，珊瑚是静谧的定格灯。无数次的踏平转述，这感觉让人上瘾。我叫韩明光，我是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山里的路上，每一条都要靠双腿一步步踏出来。小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去，去探索大山外面的世界。偷偷去打暑假工，赚到了学费，孤身一人前往陌生的城市，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叛逆。读万卷书才能行万里路。18岁之前，我用双腿探索世界，跑马拉松赚取学费。18岁之后，我开启了新的方式。我们总是用这样那样的理由牵绊住了自己的步伐，要勇敢地迈出那一步。毕竟有的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也不会再做了。从成都出发，历时25天，征服了318，翻了15座高山，迎着冰雹和逆风，跨越了雪山和草原。站在布达拉宫脚下的那一刻，骑行的劳累烟消云散。至此，我打开了自己的骑行世界。带个女嘉宾回来！好。毕业之后，我尝试了2年朝9晚5的稳定工作，但内心还是向往户外。于是我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小山村，如今我是这里一家咖啡店的主理人。春天，我们在油菜花田举办咖啡品鉴会；夏天去十里长山坳徒步；冬天去山谷里围着篝火露营。我从山村里走出来，如今又回到了山村，带领朋友在工作闲暇之余来体验大自然的独特魅力。山村的生活很慢，经营好咖啡店也并不容易，但我想，耐得住寂寞，方能等到花开。你从成都骑到拉萨25天。是的，我当时是自己本身对骑行比较感兴趣吧，后来很多朋友去了318国道就走川藏线，然后川藏线也是我们骑行爱好者心中的一个梦想。然后我就做了很多攻略啊，一个人去骑车去走我们的川藏线。这个是在狼屋湖。我们骑车的话，就问当地的村民，他会告诉我们有一些还没有对外开放的冰川，它是非常的原始，特别美。啊，这个照片是在东达山，就是川藏线上最高的一座山，海拔也是5000多米。这个是在姐妹湖，也是川藏线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这是最后到布达拉宫的那一刻，就心情也比较激动，很开心。这是在那个最后我们在拉萨的时候，我最后发了一篇文章，就最后非常的激动吧。然后但是骑了这么久了，还是挺想家的。男嘉宾的笑容很治愈啊。是的，很多人这么说。而且我很喜欢他发的这一条，很有哲理。他说出发的时候心中总有圣地，可是你到了，你才发现你只想家。是的，其实最美的风景是在路上的。他这个是不容易的。我认识一些人也要骑行，也是从成都出发，还没走到成都外环，就说我们回去吧，我们回去吃火锅吧。想家有点太早了吧？这些。
10号，我看到你刚刚分享的那些照片，旅游的照片好好看。然后我也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在30岁之前自驾去318川藏线。然后因为你已经去过了嘛，也许可以就是你和我一起自驾去，然后顺便你也可以做我的导游。他在前面骑着自行车跑，你在后边跟，这样就不迷路。21号。男嘉宾你好，看了你的 VCR， 我觉得你很喜欢户外运动，但是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下班回家之后只想躺在床上。你能接受你女朋友是一个比较懒的人，不喜欢运动的人吗？我这个也可以接受，因为我自身的话也是有一点点懒，但是我一般的话会带着你一起尝试去做一些户外运动。这样的活动带女朋友的可能性不太大吧？这不太大，这还得推着女朋友的车往前走。3号，男嘉宾，你这个大学的时候半工半读，我是非常有这个共鸣的，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4年我没有找我父母拿过1分的学费跟生活费，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是说周末的时候去工作啊，然后平常在学校里面自己写写小文章啊这样子。那你在大学的时候，你有什么兼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我也是做过很多兼职，当时基本上我们大学做过的一些兼职我都做过，像我们的舞台搭建，还有做服务员，还有送外卖。然后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在大学里面做长跑运动员，因为我从小在乡村长大嘛，然后我的体力也比较好，然后刚好我们学校的长跑队选拔，我很轻而易举的就入选了，然后入选之后就开始训练，然后后来跑了很多马拉松比赛。当时也拿了很多奖金，补充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Cool。你这个兼职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做到的。这是那个扬州马拉松，就我连续跑了3年的扬州马拉松，这是扬州马拉松的一个照片。这个也是扬州马拉松，这是后面1年的扬州马拉松。那每次跑得好轻松啊！就是要学会找镜头，就是看到有镜头来的时候，然后比一个赞。就会感觉还挺轻松的。但是他整个故事的，就是看起来笑得那么阳光，但他背后吃过的苦，其实可能远远超过我们想象。他自己去读大学，然后全程靠奔跑来挣钱，然后在骑行感受过巍峨，最后又在骑行当中，现在有了自己立足的这个立足之本。咖啡厅，而且他说其经营咖啡厅也很不容易。对啊，但是他一直还是笑对整个生活。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想问大家的：你们现在有没有向往的生活的模样和目标？2号，男嘉宾你好，我在一家国企工作，在我就是闲暇的时候，一方面是多多陪陪父母，第二就是完成我最喜欢的跳舞啊，然后去旅行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去走川藏线。然后等到我有一定的积蓄，我的就是理想跟你一样是开一家自己副业的咖啡店，然后让别人去经营。他投资让别人经营。对。哦，这是一种。贾小丹。我想的生活就是以后有一个自己的舞蹈工作室。因为我小时候在学舞蹈的时候，看见自己的舞蹈老师特别好看，然后现在自己是一个拉丁舞老师，我以后想自己做老板，然后业余的时候就可以去和自己的好朋友啊一起去喝喝茶什么的。我有点想，比如说过几年到西部一个镇上面、一个村里边，有没有支教的需要？就是我去，不是去这个3、5天，就是去，比如说1个学期的那种，教1个学期，然后就回来，然后第2年再去1个学期，像这样的弄个几年。你想教什么呢？我除了数理化、写中国字的，我都可以教啊。带小学生，小学从1年级带到5年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地方愿意收留我这样的？这一段播出之后会抢吧？这就是我比较向往的生活。看下一条。我的初恋是在大学实践活动认识的，我们聊天、约饭、散步，越来越深入的了解，让我们彼此心生好感。直到有一天，他遭遇了网络诈骗，心情很沮丧，独自买了深夜场的电影票。当我赶到的时候，
电影已经开场了，我进不去，我就蹲在电影院门口等他。他出来以后，我陪着他一边散步一边聊天，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好的安慰，但我就想陪着他。在那个美丽夜晚的气氛烘托下，我向他表白了：喂，做我女朋友吧。我们在一起以后没有正式公开过，连秀恩爱的动态都很少发，但是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可以从早聊到晚，从过去聊到未来。我们还一起参加了心理情景剧比赛，我做编剧，他做导演，我们一起夺得了冠军。这一切都让我沉浸在爱情的快乐当中。后来可能过于深刻的了解彼此，加速了新鲜感的流失，慢慢的话题也少了，从只言片语到坐在一起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有别人追求他，他却没有挑明自己有男朋友，于是我选择了和平分手。后来也遇到了一些心动的女生，但接触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不合适，就没有选择开始。我觉得在一段恋爱开启之前，需要有一个恋爱冷静期。我不会因为一时的冲动仓促地开始一段感情。在感情中，我是一个不太懂浪漫的人，但是我愿意去学。我觉得男生应当在感情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也期待未来有一天能带着那个他一起骑车去露营，去领略大自然的精彩和爱情的甜蜜。5号，你好，男嘉宾，就是我看你的 VCR 里面说，就是后期的话，感情是没有话题的。但大家都明白，感情中的话，肯定是由热恋期到这个磨合期，就是可能会变得平淡。你有为这个打破这个平淡做过哪些努力呢？非诚勿扰，现在继续。5号，你好，男嘉宾，就是我看你的 VCR 里面说，就是后期的话，感情是没有话题的。但大家都明白，感情中的话，肯定是由热恋期到这个磨合期，就是可能会变得平淡。你有为这个打破这个平淡做过哪些努力呢？有的，当时是因为我们过了一个暑假之后，就联系的没有那么多了。回到学校，我也会经常跟他聊天，然后线下也会见面，但是呢，就能感觉到他的回复频率会变少了。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聊的太多了吧，然后他觉得可能我也找不到让他很感兴趣的话题，后来他就慢慢的冷下来了，然后也有人追求他嘛，后来他也没有说有我的存在，所以我当时就比较难受，最后就分手了。7号。男嘉宾您好，因为您在那个 VCR 里边也说过，您和之前的女朋友彼此之间没有公开的秀过恩爱。然后刚才您又说到了出现了有男生追她，您觉得这个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种前后因果关系呢？这个会的，因为以前没有去说的话，就是造成了这个结果，这也是长了一个教训吧。然后以后的话，我会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的点滴，然后我们的一些恋爱的过程。14号。你好，男嘉宾，你刚刚讲你希望恋爱之前有一段冷静期。我听说过恋爱前的就是暧昧期、上头期，但是我没有听说过离婚之前有冷静期。对，离婚之前会有冷静期。那恋爱之前的冷静期是怎样去冷静？就是两个人合不合适吗？是这样吗？就是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就是刚开始的话，我们不能太冲动吧。就是不能因为一下上头了，我们就恋爱了。我想问问为什么不能？一上头了，我就恋爱了，哪里不对了？我们可能只看到了一些表象的东西，就是需要稍微的细致的观察一下。哦，是想负责任一点的那种。对对对，因为我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嘛，我想对你负责，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好的，谢谢。我想帮你问一下，这么多女生，
他说的那个感觉自己快上头了，告诉自己要冷静一下，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你们觉得男生需要这样吗？赵晴，我觉得不需要啊，感情在一起本来就是一种感性的、冲动的一个情绪在，所以我们才能在一起。那就如果说冷冷静静考虑我们合不合适，就很理性的分析你的性格什么样，我的性格什么样，匹不匹配，这样就跟那个搭伙过日子似的嘛，那还有什么爱情可言呢？有没有道理？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但不多。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就想维持一段长久的恋爱关系的话，还是需要稍微冷静一下吧。最后一个问题，12号。南佳你好，我想知道，就是你这个冷静期是会双方去沟通这个事儿的，还是说你的冷静期就是告诉自己，我先要冷静，但是你实际上在跟这个女生相处过程中，她是不知道你有冷静期的？我会告诉他，如果我冷静过之后，大家觉得合适的话，我们会开始。如果对方不接受你有冷静期的话，你会怎么办？如果对方不接受的话，是可以开始的。我还是可以就范的。是的，是的。不好意思，谢谢。我想给他一点小建议，你身上其实有一点这样的小自卑的底色，所以当特别美好的事物出现的时候，你都先会问自己：我配不配？好，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完全配得上。你读过书，走过路，看过风景，翻过高山，找到了自己的热爱，而且在里面做得风生水起，可以养活自己。可以给身边的人和社会带来正向的注意，这样的一个青年的形态，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值得去自卑，哪怕一点点都不用。你翻过了15座高山，心里还有一座小山没有翻过去，你把那座山翻过去，后面问题一定会迎刃而解。再见。谢谢陈明老师。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但从那时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陈明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他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对我说了很多，鼓励到了我吧。他一眼就看出了我心中的那个障碍，我以后可能会更加主动一点吧。如果面对爱情的话，我会更勇敢一些。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